蓝景怡不解，百姓当然都躲起来了，夷陵老祖出事，他们哪儿还敢到处乱跑？山上是不是一个人也没有？是啊。说到此处，蓝景怡终于也明白过来了，一捶掌心，恍然大悟。哦，难道是因为没人敢上山许愿，天女吸不到魂魄，才不得不与鬼3万合作？一切真相大白。鬼3万想以夷陵老祖之名，在仙门中自立门户，为了震慑住众人，想出了借食魂天女的力量，单手夺魂这看似极其害人的招式。正好天女急需魂魄来源，不论是以什么方式获得的，能进她嘴里即可。互利互惠，便达成了合作关系。蓝景怡急吼吼地站起来，我这就去写业列笔记。他一阵风似的刮远了，留下匆匆的背影。魏无羡目送了他一会儿，转头向蓝思追道：你们家不是有条家规叫云深不知处，禁止疾行？蓝景怡一直盼着在业列上拿甲等，这次的经历丰富，受益匪浅，若写得好，却是个不错的机会。蓝思追道：不过前辈，你只凭大梵山上的几个死魂和村民的几句话，就能判断是五天女像出了问题，还有当时在结界中也是瞬间就把夺魂和大梵山上的事联系在一起了，好厉害。他话语中满满是钦佩，夹杂着对自身能力不足的怅然。多听多看多想，我也不是1天2天就达到这种程度的，说到底还是要多历练。你们才10几岁，历练的机会有的是，不必刻意追求。哦，记起善后事宜，魏无羡伸了个懒腰。现在大梵山上没什么人，食魂天女没了同伙，暂时还构不成威胁，但不排除有第2个第3个鬼3万出现的可能，能抽空解决，还是尽早解决吧。蓝思追点头应下，未再开口。他垂着眼帘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蓝思追忽抬起眼，直直看向魏无羡，目光坦然，却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。魏无羡奇怪：怎么了？看我作甚？蓝思追靠近他，小声道：前辈，你是夷陵老祖吗？这句话在魏无羡重生后的短短数天内被询问了无数次，然如此平静毫无敌意的语气还是头一回遇上。魏无羡道：不是都证明过了吗？非但已证明过，在众人的重重质疑中，全力维护他的正是蓝思追。不过他这句话也只是一段陈述，而非问句。魏无羡并不想辩解，因为已无辩解的必要。以蓝思追的性子，若只是起了疑心，多半也会埋在心底。既然开口询问他，说明已有10分的把握。魏无羡迷惘，连熟知自己的江城都尚且不确定，蓝思追是怎么确定的？蓝思追的理由非常简单：我看见你后来偷偷放纸人了。他浅浅笑了笑。那句鬼将，前辈是真的反控了吧？魏无羡无言以对。纸人是他被鬼3万反咬之际，神不知鬼不觉贴上去的。明明已极度小心，却还是被看见了。也对，办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何况现场那么多双眼睛，他总不能将每一个方位都遮得严严实实。他所不知的是，蓝思追的判断除了结合一些线索，比如反控悍将、莫名其妙出现的鬼将军，或天雷预言那日莫家庄发生的一系列事件，更多还来源于蓝忘机的反应。他和蓝景怡曾猜测过，韩光君当是十分在意夷陵老祖的。若莫玄羽就是夷陵老祖，韩光君的种种举动都合情合理了。双双沉默一阵，连天上的飞鸟都过了一轮。蓝思追掩面道：啊，前辈放心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魏无羡有些意外，等了半天，竟得来这样一句。他道：你不怕我？蓝思追问：怕什么？外面传的那些啊，我可是个话题人物。有关夷陵老祖的传闻满天飞，云深不知处，哪怕在避世离俗，也免不了受染指。蓝思追想了想，以前的确有被传闻蒙蔽过，可后来一想，我又不认识夷陵老祖，怎么能轻易评定他的为人呢？韩光君有句话叫未知全貌，不予置评，我认为说得很对。他垂头，手指轻缩着腰间的剑柄。况且和前辈相处后，就觉得传闻完全不是那样。不是那样，那是哪样？蓝思追脸色微红。前辈很热心，也很善良。他抬起眼，
见魏无羡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，蓝思追以为他不相信，又道：我是真心这样觉得，景怡应该也和我一样，虽然她总是大呼小叫，但心里也是很佩服你的。魏无羡勾起嘴角，我说你们啊，才和我相处了多久，就草草下结论？有时候哪怕10年、20年之交，也没法真正判断一个人。可是，蓝思追极力在脑中搜索一番，企图找理由反驳他的话。韩光君也很认可你啊。此言一出，终于让魏无羡一愣，仿佛胸口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下，夹在记忆里的痕迹被簇拥着，即将呼吁而出。魏无羡沉默了半晌，带着几分困惑，几分愕然，连称呼都忘记改，迟疑道：蓝湛认可我。是，韩光君从来没批判过你，也从没论过你的不是。那是迫于你们蓝家的家规吧？我记得有不可与人是非这一条。前辈你记得真清楚啊。蓝思追道：话虽如此，可是就是有那样一种感觉。韩光君对夷陵老祖的不做评价，与对旁人的不做评价不相同。至于何处不相同，到底蓝思追年少，涉世未深，考虑了半天，想不出该如何表达。魏无羡也不曾追究，只道：话说，你也没告诉韩光君。蓝思追知道他在指自己身份的事，他道：没有，但是我觉得韩光君已经……这时，从云深不知处的远端传来一阵焦躁如鼓点般的钟声。蓝思追登时脸色一变，是明氏在敲钟。明氏。两人急匆匆地向明氏跑去。路上，魏无羡才得知蓝忘机一早去明氏，为莫家庄带回来的那只鬼手招魂了。一番情敌合奏后，鬼手终于被两人的曲音压制。手指西北，若要理清脉络，解救被怨气反扑的众人，需追本溯源。蓝忘机有条不紊地向门生们交代事宜。魏无羡倚在门旁，望着他的侧影，脑中情不自禁的又浮现出了那一句：韩光君也很认可你啊。他想，蓝湛认可我。许多漂浮了数年已经淡忘的声音又在耳边渐渐清晰了起来。那一朝，他带着2坛天子笑翻过了蓝家的墙沿。蓝忘机站在墙内，与他相对而望，夜风弹拨着他的衣摆。再一年，屠戮玄武洞内，他们相互倚靠。蓝忘机声音又低又轻的唱了一首无名的歌，斗转星移，战火连天，他们之间的话似乎穷尽了，翻来覆去，无外乎是鬼道损身，损心性。而后来不夜天城下种种过往已然隔世。魏无羡恍然回神，心绪有些起伏，再抬眼忽然发现蓝忘机也正看着他，那眼神穿进了许许多多，一时有些看不懂。唯一可确认的是，蓝思追所言，韩光君很认可他那话，似乎不假。魏无羡忽就觉得胸腔一热，罢了，就当还了先前的人情。左右闲来无事，不如走一遭。正值春生时节，天气尚好，魏无羡手里把玩着那只从少山带来破烂不堪的竹笛，踱到蓝忘机身边。韩光君，真是巧了，这分尸断魂的事，本人恰好比较擅长，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酬劳暂且不提，等事情了了，再慢慢结算，如何？他望进那双浅色的眼睛，笑眯眯道：你不会不带我吧？